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慧。你是不是也尝试过呢？想要没收孩子的手机，或者是呢控管他使用手机的时间，可是呢一切都不管用，甚至呢手机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。那今天呢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分享，孩子的行为呢不是那个重点，更不是问题本身。孩子手机成瘾的这个现象可能呢是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提醒。这个现象呢，可能要提醒你呢，孩子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缺乏满足感？这满足感呢，包括了成就感、被认同、被认可，还有一种可以掌控的感觉。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呢，其实小朋友呢很容易从游戏、社交媒体就可以得到成就感。他不停的在游戏里面呢过关斩将，他很容易呢在社交媒体获得赞数，或者是获得分享，他呢容易有一种被认同、被认可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他在使用这个手机的过程呢，可以感觉好像自己掌控了全世界。所以呢，手机可以给到的这种比较深层的情绪价值，你可以说它是虚拟的、不真实的。可是呢，小朋友的潜意识里面呢，是可以真实感受到的。在这个手机的世界呢，都比较容易被满足可能呢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，要得到那种成就感、被认同、被认可的感觉是比较难的。很有可能呢，他们身处的环境呢，是充满批判的，或者是嫌弃的。所以呢，在游戏里面、社群媒体里面呢，更容易获得这种呢情绪价值。OK， 所以小朋友呢就转向那边了咯。然后也可能呢，他的生活里面其实都被大人控制着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他的一天的时间表，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嘛，都是大人跟他讲说，你要去上画画班，你要去补习这样子。上课的时间呢是在学校 ，OK， 被学校控制。放学回来过后的时间呢是被父母控制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他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自主自由的时间，除了玩手机的时候。所以呢，玩手机的时候呢，就会让小朋友感觉哇，他可以掌控全世界。因为只有在那么一点点的一个空间里面呢，他可以感觉到自由，还有呢一种自己可以掌控的感觉。这个第一个提醒呢，就是父母呢要去觉察小朋友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被认同、被认可的感觉呢？他在生活里面有成就感吗？然后呢，他有可以自主掌控的地方吗？除了手机以外。那如果你发现到讲说，小朋友的确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是缺少了一些成就感然后呢，可能我们家长呢也很少去认可他、认同他，那身为父母的我们呢，就可以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呢，帮小朋友创造这些满足感，去满足他的需求。当他这些呢比较深层的情绪呢，在现实生活中被满足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不需要通过手机去满足了。第二个提醒，当小朋友手机成瘾的时候，你可能呢要觉察的东西就是呢，你们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怎样的。好，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所有的上瘾，不只是手机、电子游戏 OK， 或者是赌博等等之类的上瘾，其实呢深层的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连接 connection。 当他们呢跟这个现实生活没有 connection 的时候，没有连接的时候，他们呢就会寻求其他方面的一种连接。在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手机成瘾的话，小朋友呢就是通过手机进行这个连接，得到这个 connection。 对每一个人来讲，包括我们大人其实我们一出生的第一刻开始，我们都是呢要追求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连接的。在远古时代，如果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们是很难生存的。所以呢，情感连接呢是人的最原始的一个需求来的，对小朋友来说更是如此。所以你要问的是，
在你们的家是否有高质量的这个连接和陪伴？所谓的高质量的陪伴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在陪他的时候，就算只有一个短短的20到30分钟，你是全心全意的在陪他吗？还是你一边在陪他，一面呢在想说啊，等一下我开会呢要讲什么内容呢？或者是呢看一下手机啊之类的？你在陪他的那个当下，你的心有在吗？所以呢，当小朋友在家呢，他没有一个连接的对象的时候，或者呢，他在家呢没有一个情感的连接的时候，他需要呢去找另外的东西呢，跟他做一个情感上的连接。OK， 所谓的情感的连接呢，是包括呢，他可能有情绪的时候，他不懂得怎样去面对，怎样去调节。OK， 他就拿手机来看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大人，OK， 或者是父母呢，可以陪伴他、聆听他，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情感的连接？他就不需要有手机了。OK， 那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呢，其实很多父母会发现，我们身为大人，我们其实不懂得怎样陪伴的，我们不懂得怎样陪玩的。OK， 这也不可以怪我们啦。OK， 也不可以怪我们大人。因为可能呢，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被陪伴过，也没有被陪玩过，所以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什么叫做有品质、高品质的这一个陪伴。所以呢，现在身为父母的我们呢，就需要去学习怎样陪伴小朋友，怎样呢去陪玩。然后呢，除了学习陪伴之外，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做的就是呢，要非常主动的创造这种互动跟情感连接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可能呢，你可以定一个小小的家规，就是讲说，可能在饭桌上、餐桌上，每个人都有在的时候，不可以用手机。OK， 然后呢，让大家呢都有机会呢去做这一个连接的部分，这个互动的部分。又或者呢，睡前的1个小时 ，OK， 你们有一些睡前的仪式，然后呢，这睡前的1个小时也是不能用手机的，就是你们进行情感连接、去交流、去互动的最好的一个时间。孩子手机成瘾呢，想要提醒我们的第3点，其实就是呢，我们自己的手机使用习惯是怎样的？大家去觉察一下，你一整天下来，你是有意识的去使用手机吗？还是你其实很无意识的一直在滑手机？一空下来的时候，就马上拿手机来看。会议一结束，马上拿手机来看。甚至会议还没有结束，就开始在偷偷看。我们大人怎样使用手机，其实也是教小朋友使用手机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可能小朋友手机不离手，他其实学的对象，他模仿的就是我们父母啦。那我们常常说呢，孩子呢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其实它就是要照出呢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如果呢你常常滑手机、刷视频，然后刷到呢半夜呢都不睡觉，然后第2天早上呢很迟才起身，那你要怎样去说服你孩子要早睡早起，少用手机呢？是不是很没有说服力，很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身为父母的我们，其实可以去觉察我们的使用手机的习惯。你可以想想看，有什么手机使用的习惯是你不希望你孩子学的？讲一个例子你在驾车的时候，你会用手机吗？其实不应该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用它，那你希望你孩子学到吗？可能你孩子呢，因为驾车一面使用手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很危险什么？可是你自己驾车，然后又使用手机，那这一个呢，你不希望你孩子这样子的，你就去改变它。所以呢，你需要自己去觉察，到底使用手机呢，对你自己来讲先不说你的孩子，先不说你的家庭，对你自己来讲，那个感觉是怎样的？这个手机的资讯有让你变得更焦虑、更压力吗？手机的使用是不是更加的掌控了你？如果你一条一条这样子觉察下来呢，你就会知道呢自己需要改变的是什么。
OK， 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这个习惯之后呢，其实小朋友呢，他也是会跟着调整的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孩子在家里的所有行为啊，他其实不是呢，他很乖或者他很坏这种比较表面的这种标签，它其实更多的是传递一个讯息给我们大人知道。那如果我们大人get 到，然后我们真正听懂了，其实我们去觉察，一切就会改变了。很多时候呢，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，那你就知道你其实呢没有往深层他的需求，或者是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层面呢去解决。当我们没有在一个根本的层面去解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根本解决不到问题的。然后你也会发现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呀，我们很多时候呢要回到来我们的自己的状态做调整，才可以呢真正的所谓解决孩子的问题。世界上呢没有完美的父母，只有不断调整、持续成长的父母。希望呢在这条路上呢，我可以陪着大家持续成长，不断调整。如果你想跟我交流的话，欢迎留言给我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可以按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